一个噩耗是拆这个东西破坏性也太大了，把我的墙和天花板都搞坏了，救命啊！墙其实还好说点，这个天花板，我觉得这个墙其实我自己可以修，无非就是好不好看的问题。但是我本来就是要重新贴墙纸的，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吧。哦，这个洞里面有断热材，当时建房子的时候肯定是材料不够用，所以有的地方塞了断热材，有的地方就没有。节约材料。看看天井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怪不得这房子冷，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塞断热材，好不好？我们看一看，完全没有，只有这里有一包断热材。什么？又有这种扭不出来的玩意儿？很烦这种扭不出来的钉子，好吧？2个小钉子，气死我了！我真的很烦住了，就是这种钉眼已经刮花了的钉子。我看网上说用什么皮筋，反正我是不行。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那种小的，我不知道叫什么，一个刀在这里割一条口，然后再把它取出来。我哪有那东西啊，烦！这里其实是哈利波特住的地方，你们知道吗？这是楼梯下面的阁楼，我觉得这个空间不用起来的话有点太可惜了。这个地方我其实想把它做成一层一层的置物的东西，然后可以拉出来，然后放一些厨房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我最近肯定没时间搞，救命啊！我现在基本生存需求还没有解决呢，额外的东西晚点再搞，晚点再搞。哇，你们看这个墙有多脏，这个不是墙的颜色哦，这个是脏的部分的墙的颜色。这个墙本来的颜色应该是这种缝隙里的这个白色，还有天井，你们看，本来这个天花板应该是那个白色的，变成了黑色的。我天哪 ！Oh my god， 脏脏脏脏脏！ Oh my god! Oh my god! 基本上我要给你们看一下，基本上我只要擦大概1遍到2遍，这个水就会变成这个颜色。Oh my god! Oh my god! OK， 今天呢，我要来修这个超级棘手的天井。这个天花板真的是唯一一个目前我觉得有一点困扰的东西，但是呢，问题也不是很大。其实它原理很简单，我只需要把我买回来的那个石膏板切割成合适的形状，用钉子钉上去。好吧，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干活吧。来，我们来拍封面啊。瞧瞧我钉的这个天花板，也太完美了，朋友们！我说装修这个事情，它就是很简单，so 简单。哦，啊，我知道了，我应该在下面先把这4个钉子先浅固定在这个板上，固定好了之后再把板放到天花板上去钉。刚才掉了钉子到哪里去了？我说的浅的打上去呢，不是一个语气助词，我的意思是真的浅的，就是像这样子固定一下位置。太天才了，好吧，夸夸自己。这东西没钉好
放，先放这儿，很怪，很怪，但是管用。本来我刚才都有点困了，这活儿一下给我干亢奋了，现在是一点都不困了，但是经验了，越来越上手了。我勒个去呀！我真服了，朋友们，我真服了，犯下一个致命错误，好啊！救命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真服了。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裁这个板的时候，这边有点斜了，所以我现在需要裁一个这个边有点斜的板，才能跟它匹配住。然后呢，我刚才精准的测量了这个长和这个长，非常完美的裁切了，结果呢，裁反了。现在呢，是这么一个状态。如果我想要完美的契合它呢，我就得这样反过来。怎么会有如此的事情啊？我请问呢？你们猜我会做什么？我会反着装它。OK， 我会反着装它。因为呢板子不太够，一方面是板子不太够，另一方面是我这个天花板之后要贴一层东西，美观方面也没关系。OK， 接下来轮到修墙了。我刚开始呢是看到网上有人是用硬纸壳修墙，把纸壳垫在后面，然后在外面涂那个修墙膏。但我发现我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把硬纸壳非常稳的粘在墙里面，因为我手伸不进去。所以呢，我就放弃用硬纸壳了，我就购买了这种金属做的专门的补墙的东西。那现在呢，一边补墙，我要跟大家讲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是真的悲伤，就是这个墙里面是有石棉的。你们看到我在这里补墙，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没有戴口罩的，我忘记我戴没戴口罩了，然后把手伸到墙里面，还在那掰那个墙的碎片，都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墙里面有石棉。我之前对石棉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概念，因为我知道石棉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但是我一直以为石棉是那种就是喷在铁架上的那种东西，我不知道这种材料里面也有石棉，所以呢，我应该是吸入了很多石棉的啊，大大增加了我在20到40年后患这个肺癌的风险。以防有人不知道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石棉是一种天然矿物，外观像棉花，由极细的纤维组成，它耐火、耐高温、隔音，所以过去常用于建筑和保温材料里面。但是呢，这些纤维如果被吸入肺部的话是无法排出的，所以长期可能会导致肺癌和健脾瘤。很多国家都已经禁止使用石棉了，包括中国，包括日本都禁止使用了。尤其是西方国家好像对这个事情的重视程度更重一些。因为我在网上查石棉的时候，我发现对石棉很恐惧的大部分都是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人。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恐怖啊，这个东西非常恐怖，我只是说对它的重视程度比较高的人好像都是大部分生活在西方国家。好消息是这个东西它不像甲醛是一种会挥发的长期挥发的化学物质，如果在墙里面没有被破坏的，它是对人无害的，它不会自己挥发出来。但坏消息是你们也可以看到我这个墙破了，但破的那一瞬间我不在，因为不是我拆的这个墙，反正肯定是吸入了一定量的石棉。我觉得这东西吧，越查越觉得自己要死了，我感觉我明天要死了。越查我觉得我的肺已经开始不舒服了，我已经开始呼吸喘不上气儿了那种感觉。
但是呢，好消息是，偶然短时间的吸入少量石棉纤维的风险，在现在绝大部分的研究和流行病学数据里呢，都没有显示风险会升到非常高。一般来说，只有长期高浓度的职业暴露才会显著增加石棉导致的间皮瘤和肺癌的风险。然后其次呢，在日本的话，石棉的危险等级它分为3个等级，最危险的就是钢筋铁骨做的建筑，然后那个年代会在钢筋铁骨上喷那种凹凸不平的石棉材料，那种是最危险的，因为它产生石棉纤维在空气里的风险会非常高，所以如果长期在那种房子里面生活的话，是危险程度很高的。然后最不危险的石膏板里面的石棉，因为其实你不去动这种墙壁的话，不要去损坏它，虽然我损坏了，只要在这个补完之后不要去损坏它，基本上它是不会再释放这个纤维的，因为它只有在断裂的那一瞬间才会释放石棉纤维。我不知道，我可能这个患癌症的风险已经增加了，但是这件事情要等到20到40年之后才知道，并且呢，我觉得还是活在当下吧。我这件事情已经是2个月之前发生的了，我现在在纠结它，在害怕它也没有什么用了，只能说把自己剩下的生命快乐的度过，好吧，多做一点自己喜欢干的事情。真的是很伤心了。说到多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修房子也是我喜欢的事情之一，而我干这件我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呢，没有规避掉这些风险，导致我，对吧，增加了我不必要的健康风险。大家真的一定要引以为戒，好吧？大家经常批评我说我干活的时候不戴手套、不戴口罩，这个不戴眼罩之类的，都批评的非常正确，真的。我深刻反省，我之后干活一定注意，虽然我现在活已经干完了差不多我一定注意，好吧？我明天还准备做一些木工之类的东西，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我现在发现这些东西它的危险性真的是还蛮高的那说到活在当下呢，其实我当下烦恼非常多，就是我最近这一整段时期好像都很多要解决的问题都涌上来了，但是我不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发现我只要一负能量，我跟大家分享点负能量的东西，包括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会说你去看一下这个心理咨询吧，台湾你们叫心理咨商，他们就会说你去看一下心理咨商吧。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单纯的情绪问题，看心理咨商可能会有用，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烦恼它是非常具体的，或者不能称之为烦恼，有一些问题是非常具体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你去看心理咨商有什么用呢？你这个问题还不是要解决吗？我真的不觉得看心理咨询对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某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帮助。我觉得最有帮助的就是忍耐现阶段的心情不好，然后努力的去解决现阶段的问题。如果说我现阶段的问题就是我没有钱，也找不到工作，我好穷的话，那我去找心理咨商有什么用啊？他又不能给我钱，我还要给他钱呢，那我肯定是要，对吧，打起精神来去找工作，去赚一些钱养活自己，才能解决我现在这个具体的问题，然后我就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感到不开心，感到焦虑了。当然我觉得有一些问题跟情感跟无法改变他人有关的，比方说原生家庭，比方说亲密关系之类的问题，可能心理咨商是非常有用的。对我来说不适用，我的问题都非常的现实，我在非常着眼于解决一些现实中的问题，所以本期视频才更新的这么慢，希望大家原谅我。等我这个阶段过去了之后，等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之后，我将成为一个高产 YouTuber。 我跟大家一起期待那天到来，我还挺想成为一个高产 YouTuber 的。其实我现在有很多视频的材料没有剪出来，我都没有时间剪视频，包括其实我有很多做视频的选题我都没有时间做，以后都要一个一个的做出来，请大家等等我，谢谢大家。哎呦，这期视频好长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这个天花板的缝补缝，我现在已经进阶了，我知道填缝的时候我们要先贴这个网格胶带，这样的话呢填缝就不会裂。
机智。其实我真的蛮喜欢干这些事情的，我觉得光是这种填缝啊什么的，我都觉得好快乐，好有意思。我刚才有说我最近问题很多，我很怕大家误会说我的问题是这个房子，跟这个房子没关系，我别的问题很多，反而是这个房子的装修会给我做一些心理咨商方面的疗愈的作用。我每次很心情差的时候，我就疯狂的干活，然后在干活中感受平静，感受内啡肽，感受血清素，我就平静，我就感觉到身体很累，但是心理放松了，然后心情就没有那么不好了。所以其实反而要感谢这个房子给我提供了一些发泄的出口，才让我这段时间没有崩溃掉。好啦，基本上这期视频快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聊天视频，反正我自己是蛮喜欢的，我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反正我喜欢。其实我做视频可能只有一半的原因是做给大家看的，另一半是做给未来的我看的，这是我的日记。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如果不留下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我没有存活过的证据，我没有存在过的证明，所以我做视频可能有一半的原因是为了以后的自己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年轻时候自己在干什么，现在也没有那么年轻了。所以真的太感谢大家了，因为我其实不是第一次做自媒体人了，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做完全是我自己的内容，然后受到大家的喜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动，也给了我无限的动力。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要结束啦，感谢你看到了这里，感谢你听到了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